我跟老公结婚7年，他竟然出轨了。怀着身孕的我跑去捉奸，谁能想到推开门看到的是一地衣服和2具人皮，一具是女的，另一具是我老公的。我本只是想来捉奸，可现在吓得肚子里的孩子都快保不住了。夺门而出的时候，我哭得稀里哗啦，那场面太可怕了，满地都是血，全是血啊！我想报警，可这地方太偏，根本没信号，吓得我赶紧跳上我的保时捷，猛踩油门就跑。车下了高速，我才稍微冷静点。来的路上我还纳闷呢，江天琪出轨，咋选个荒郊野岭？你堂堂天盛总裁，背着我偷情，就不能开个总统套房？太没排面了。没想到他直接就没了呀！我一下子从被劈腿的原配变成了寡妇，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手机信息叮叮咚咚响起来，有信号了，我赶紧拨通110，喂，呜呜，我老公死了，呜呜，这是交警把我拦下。你好，开车不能打手机。怎么又是你？这交警我认识，信任，前2天刚罚过我。人民警察的光芒让我心里一暖，我像个祥林嫂一样哭起来。任警官，我老公死了。什么？我老公死了？我哭着说，最近我怀疑我老公出轨，就在他车上放了跟踪仪。今天早上他果然往城外九龙山去了。等我到地方一看，那是个特别破的居民楼，楼梯都锈掉了。他私会的4楼，门都没有，地上有一些衣服，有男有女。再往里走，就看到2具人皮。任警官听得很认真，回头招招手，把酒精仪拿来给江太太测一测。我没喝酒，是真的，满地都是血，而且歹徒好像还没走。我听到里面有奇怪的动静，好像是有人在拌饺子馅儿的声音，就是肉搅在一起的声音，你懂吧？大概是我哭得太惨了。任警官终于重视起我的问题，他打开车门让我下来，我带你去警局报警。谢谢。不过江太太，你穿高跟鞋开车是违章，我老公都死了。任警官送我到了警察局，一进去，警察局长就满脸笑容，江太太，我们正要找你呢，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。我一头雾水。局长解释说，刚刚江总来报警，说你走丢了，你现在怀着身孕，我们正部署警力找你呢。这下好了，江总可以放心了。你是说我老公还活着？我懵了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不会呀，当时地上的阿玛尼西装确实是他的，还是我今早从衣柜拿的呢。正说着，一群人从门外走进来，为首的男人西装革履，后面跟着一群秘书。你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江天琪进门，宠溺地伸手，娇娇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仔细看着我老公，他很正常，英俊潇洒，发型都没乱。我是在车上做噩梦了，还是因为太担心被3，精神分裂了？他跟以前一样，温柔地捧着我的脸，看你，让我一顿好找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铁锈味，他右手有淡淡的铁锈味，这是那个破楼梯的味道，他绝对去过那儿。我猛地推开他，怎么了？江天琪歪了歪脑袋，老公，我觉得我们该分开一段时间，冷静一下。为什么？被他专注地看着，我快喘不过气了，得找个理由离开他，我出轨了。我痛苦地闭上眼，警察局一下子安静了。下一秒，任警官从我的保时捷下来，咋回事啊？他拿着我的车钥匙问。江天琪眯了眯眼，我赶紧搀上任警官胳膊走出去，低声说，往前走，别回头。半小时后，任警官在我面前走来走去，所以你跟江总说你包养了我？也不是包养啊，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只是劈腿而已。只是而已。任警官打开电视机，新闻头条都在播天盛集团老总惨遭劈腿。江天琪在个人微博回应，每对夫妻都有7年之痒。娇娇只需要知道我会一直等你回来，也希望看到娇娇的人帮我劝劝她，她怀着身孕，这不是理智选择。还附了一张我的照片，不得不说这照片 P 的还行。任警官抽走我的手机，江太太，你别刷微博了，你这么一闹我都升不上去了，你赶紧回自己家跟江总澄清我不是奸夫，再把高跟鞋违章处理了。我不能回去，我老公真有问题。我把铁锈味的事跟他说了。任警官叹了口气，那咱现在就去现场看看，如果真有你说的血迹人皮，就让刑警大队处理，如果没有你就回家，让江总带你去医院看脑科，行不？我连连点头。任警官死活不肯再上我那辆风骚的保时捷。我坐在50副驾驶上，回到了事发现场。大半夜，我们爬4楼废弃楼梯，
手机阴森的光照着，地板干净得很。这不可能！我惊了，冲进去到处找，我明明看到了的。我早想吐槽了。任警官鄙夷地看着我，你说衣服血迹就算了，人皮是咋回事？还口口声声我老公的人皮，真人皮你能认出鼻子眼啊？我跟他睡了7年，我认不出他的皮呀。我们正吵着，我电话响了，是私家侦探江太太，你让查的是有结果了。我现在不在乎我老公出不出轨了，他前后秘密交往过19位女朋友。曹，把照片给我传过来，现在，马上。我坐在50副驾驶上，翻看着几十个 G 的照片。照片里，江天琪一身黑衣、黑鸭舌帽、黑口罩，裹得严严实实，身边跟着不同美女，还有美男。我气得想扒了江天琪的皮，他咋这么能啊？时间咋管理的呀？江总不但时间管理得好，金钱也分配得好。这些女孩每次简短约会后就被送到国外，再也没回来过。所以太太您不知道。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我命好苦啊！等一等，我发现了问题，一个都没回来过。是的，都被安排出国了。你确定他们真出国了？我颤抖着问，你能不能找到哪怕一个情人的线索？人活着总会有痕迹的，对吧？哪怕出了国，查，现在就查。车程40分钟，电话对面查了3个人，社交网站没更新，银行余额没变动，甚至没有出入境记录，啥都没有。操！任警官的脸色也变得跟我一样惨白。我扑上去抱住他胳膊，任警官，你得管管这事儿啊！别说警局了，市政府都被我老公收买了呀！我他妈是个交警，我还是孕妇呢！我哭的眼泪鼻涕都要喷出来了。你可怜可怜我，孩子他爸杀了19个，他杀疯了呀！我得是第20个。任警官面如死灰，你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梦想吗？啊！你想想我孤儿寡母的，我嫁给我老公后一直在家，一条虾都没自己包过。你现在让我咋办？跟他对打吗？别说了。任警官捂住我的嘴，他终究还是收留了我。私家侦探也说明天会把19个女孩的行踪交给我，但是得加钱。我又一次坐在福民街马路旁的公园椅上，上次我就在这儿跟私家侦探接头呢，还没到时间呢，就有人在我身边坐下了。看你过的啥日子哟？修长手指撩起我的头发，你今儿都没换包包。我吓得赶紧挪开屁股。是江天琪，他一身黑，戴着鸭舌帽和黑口罩，跟照片上一个样。我害怕的抱紧鳄鱼皮包包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昨晚去哪儿了？他伸手捏上我的后颈，就像捏只小猫。天琪，我觉得咱俩感情破裂了，所以就不跟你报备了。为啥？咱的爱情就这么经不住考验？他声音还是那么温柔有磁性。我的眼泪跟不要钱似的往下流。我以为的考验顶多就是打胎流产、出轨小三、婆媳撕逼、豪门宅斗啥的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抓了小三，却看到你的人皮躺在地上啊！那场面血呼啦的，我就是个怀孕4个月的孕妇，为啥要遭这罪呀？我哽咽着说，对不起。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啥？江天琪凑过来，耐心哄着我，是那个任警官吗？你别问了，反正我不爱你了。我把头扭到一边，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你的。江天琪温柔地笑了笑，不会的。阳光下，它瞳色很浅，浅到金黄。就算你出轨，我的精子也会杀死人类的精子。我脑袋里嗡的一声，他刚才用了个很专业的词，人类，这能是离婚谈判里的词吗？路对面有人走过来，是私家侦探。江天琪抬手，轻巧地打了个响指，一辆大卡车在我面前飞驰而过，接着就是砰，刺啦，人群喧闹起来，马路上散落一地血肉，我当场缓缓滑倒在地。我是不会轻易离婚的，除非你拿出感情破裂的证据。你有吗？娇娇，江天琪抱着我，在我耳边呢喃。我摇摇头。那还有啥别的问题？有，我感觉我要流产了。江天琪开车把我带回家，家里已经有医生整装待命。我家公司是做生物医药的，自打怀孕后我就没去过医院，有一整支顶尖医疗团队随时监测我的身体。江天琪把我抱上床，医生在我身上连上各种仪器。夫人身体无恙，母子平安。江天琪松了口气，把手放在我的孕肚上，亲昵地摸了摸。以后别乱跑了，你是有身孕的人。他眼神温柔，就像啥都没发生过，就像半小时前他没打个响指就杀人似的。这让我觉得很割裂。江天琪跟我感情一直很好，所以出了这么多事，我下意识怀疑他不是他。我老公性子换人了，可现在
我主动排除了这种可能。眼神骗不了人，他确实是我相恋10年的伴侣，可这又咋解释那些莫名其妙的出轨、凶杀、超能力呢？我脑瓜子嗡嗡的，在他怀里沉沉睡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我都唾弃我自己。柳娇娇，你咋睡得着呀？江天琪做完午饭端过来，他问我感不感动，我不感动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我冒着冷汗问。孩子需要爸爸。江天琪又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肚子。我老公一直有个问题，就是有时候说话很怪，就像这句，一个孩子还没出生呢，为啥需要爸爸？哪怕说情话，这时候也不该说老婆你需要我吗？因为结婚很久了，我都下意识忽略了这关。可此时此刻，这诡异感又从皮肤上冒出来了。他说的会不会是事实？我肚子里的孩子跟别的小孩不一样，所以需要江天琪跟我待在一起。我心凉了半截。我老公是啥东西啊？我孩子又是啥东西呀？我抬眼看向床边的仪器，我现在真想去医院做个正儿八经的孕检。问题是，我连屋子都出不去。还好，我老公还是我老公，我有的是办法拿捏他。我坐起来推开营养餐，我不爱吃这个，我要吃丽苑的烤乳鸽。吃啥乳鸽？我做老半天了，我就要吃。吃完我还要去阪急，我订的鞋子跟包包到了。我平日里就是个作精，我现在还怀孕了呢。江天琪拗不过我，你躺着，我给你去拿。他瞪了我一眼，出门了。他前脚刚走，我提着鞋二话不说溜出家门，直奔交警大队。任警官正在审司机呢，看到我拎着保温杯出来。今早你去福明街拿照片，看到那出车祸没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我那个私家侦探死了，被车撞死了，是他干的。任警官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。他知道我说的他是谁，这次他没说我异想天开，直接带我到审讯室外听墙角。司机当时是清醒的，车速也正常，大卡车在那段路限速60，他当时开得远不到这速度，然后突然车就飞出去了。我油门都没踩，真的，我还踩了刹车呢，可没用，车完全不受控制。任警官低声说，我们检查了路上的痕迹，也看了卡车的车速监控，当时以发动机的动力输出，不可能有那种速度，倒像是整辆车被啥奇怪外力拖飞过去了。我老公当时打了个响指。任警官沉默半晌，瞥我一眼，你家那位也太不把牛顿放眼里了。任警官，我今天找你来有更重要的事，你能不能带我去做产检？等他下班后，我俩站在第一医院妇产科外，我跟他商量能不能用你的医保卡。任警官，你听听你在说啥？我老公搞医疗的，我一刷卡他肯定就知道了，说不定 B 超还没照呢，他就把我逮回去了。任警官翻个白眼，老实去柜台挂号。妇产科。护士看他的眼神很奇怪，妇产科。他编了个烂借口，他没医保，我卡上能报销，快点，谢谢。护士问我，你确定要给这种抠门的男人生孩子？不，孩子不是他的，是我老公的。我老公比他帅，也比他有钱，就是我们夫妻感情出问题了，我才找上他的。护士表情更扭曲了。任警官冷着脸捂住我的嘴，好说歹说开了单，我躺上 B 超台。医生本来在唠嗑呢，突然卧槽一声，我紧张地问，怎么了？我孩子怎么了？你没怀孕？医生磕磕绊绊地说，你子宫里这些密密麻麻的是啥东西呀？是虫卵吗？我如遭晴天霹雳，什么？虫卵？而且你的肝不见了。他惨白着脸在我肚子上不断移动探头，你的肝脏好像整个都被吃掉了。做完全套检查，我爹坐在医院长椅上嚎啕大哭。他肯定拿我做生物实验，我们这么多年情分，他竟然拿我当小白鼠，他好狠的心，他不爱我了，都这时候了你还在乎他爱不爱你？任警官惊了，恋爱脑也得有个底线吧，大姐，你肝都没了，他都不爱我了，我死了算了，让虫子把我吃光得了。我瘫在长椅上嗷嗷乱哭。喂，你振作点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正说着呢，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教授带着人风风火火走到我面前，你就是任天堂？啥？你叫任天堂？我看向任警官，对，怎么了？任警官冷着脸跟教授握手，我是任天堂，这位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患者。我赶紧说，你的病例非常特殊，非常罕见，我希望能当你的主治医生。大夫，我还有救吗？我活着的希望大吗？理论上你早死了。
教授严肃地推推眼镜，你的子宫中有很多寄生虫，它们在掠夺母体的营养，以至于你的脏器都在溶解给它们功能。但很奇怪，你的身体没有任何衰竭的迹象，在所有指征全都错乱的情况下，你既诡异又健康，这是个奇迹。我燃起一丝希望，那我现在能堕胎吗？你子宫里那些未知寄生虫的活体样本得留给我，您拿走好了。想起我跟江天琪相恋10年，他给我留下的却是一堆虫，我就嘤嘤地哭起来。教授让助手递上手术同意书，爸爸签一下。我不是她老公。任警官倒退一步，我只是个路过的人民警察。我抢过笔签完，赶紧手术吧，我老公不会同意我流产的，等他发现了就啥也做不了了，因为我的身体能让教授发10篇3呢。最后我们违反了一切手术条例，当晚就上了手术台。无影灯下，我打着半麻，教授执刀切开我的肚子。突然我感觉房间里的灯滋滋暗了一下，接着在一群白衣大夫中间出现一个黑色人影，长直发，大耳环，穿着性感皮衣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尖叫起来，啊！教授吓得手一抖，你鬼叫啥？背后有人。教授回头吓一跳，你咋进来的？话音刚落，一股气浪凭空炸开，医务人员纷纷被看不见的力量扔飞出去，仪器砰砰冒出火花。刹那间，手术室里一片狼藉，所有人都晕过去了，只有我敞着肚子躺在手术台上。你不要过来呀！我认得他，他是我老公的最后一任出轨对象。那天在废弃4楼，我看到的就是他的人皮和我老公的拖在一起。他不顾我的尖叫，优雅上前，干脆地把手直接插进我的伤口里。我感觉冰凉的手在我身体里乱搅，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。就在我快疼死的时候，我的伤口中突然翻出细小触手，它们以匪夷所思的速度生长攀爬，变得又粗又红，绞住了他的手臂。他皱起眉头，想把手拔出来，可那些触手猛地扎紧，擦的一下，直接把他的右手切下来了。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从病床上爬下来，尖叫着打开门跑出去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朋友们，当时那场面可怕极了，整条走廊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外面下着好大的暴雨，一点光都透不进来。而我敞着肚子，肚子上还插着一截断手，那个我老公的小三阴着脸拖着仅剩的左手在后面追我。我一路淌血，加上被打了麻药，根本跑不远，很快就走投无路，被逼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底下。把她的精子给我。那个女人逼近我，平静地说。我大怒，我才是她老婆。下一瞬间，我头顶的窗户猛地打开，狂风暴雨扫了进来。我抬头，江天琪西装革履，阴沉着脸，以攀爬的姿势停在13楼的窗框上。老公，他威胁我，我当场哭出来了。没事。他伸手自上而下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然后猛地一挥拳，直接把那女的头给打飞了出去，人头咕噜噜滚到地砖上。我这才发现，不论是手上还是颈部，他都没有流血。无头的尸体完全没受影响，劈手朝我袭来，我老公单手拎起他，直接丢到窗外，然后他也跳进了暴雨里，消失不见。我再也受不了这刺激，直接晕过去了。在梦中，我一直听见诡异的笛声，旋律很熟悉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听过。后来笛声变成疯狂的尖叫，我被吵醒了，眼前还是那个走廊，但这次灯火通明，医护推着推车来来往往。太太，你还好吗？太太，医生在我耳边唤道。我不大好，大夫把我肚子切开了，然后出了点状况，没缝上。我哭唧唧拉开我的手术服，可很快我就发现，除了一点点血，我肚子上没有伤口，当然更没有触手和断肢。我是做了个奇怪的梦吗？快把老教授叫来，我有点事想问他，这里怎么这么吵？什么人一直在叫？整个走廊上都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声，仿佛集体性的歇斯底里，疯狂、恐怖，丝毫不间断，充斥着整个13楼，已经到了没法正常说话的地步。医护把我送到一间病房，看我的眼神带着畏惧。教授过不来了，他们全都疯了。我猛地一愣，疯了！我们进手术室的时候，发现所有人都倒在地上，手术台上是空的。我们对手术团队进行了急救，等他们醒来以后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您知道些什么吗？他什么也不知道。门被推开了，江天琪走了进来。他有些狼狈，西装破了，浑身是血，显然经过激烈战斗。他接过医护手中的大浴巾，披在我身上，温柔地擦了擦我的脸。好了。他这么一哄我，
我的眼泪立马飙钱似的往下流。这都啥事儿啊？我哭唧唧地抱住他的肩膀。妈的，他身上好臭，有一股发酸的臭味。要不是我真的爱他，我就吐了。就当江天琪扶着我要回家的时候，刑警队长冲进了病房。江先生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一场谋杀案件有关。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咋回事？在这节骨眼上，警察查到我老公了。不好意思，您说啥？就在半个小时之前，有人在淮海路垃圾桶中发现了一张新鲜人皮。刑警队长出示了照片，而监控拍到你光顾了那里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把人皮剥下来丢在那了？江天琪呵呵一笑，你剥过人皮吗？刑警队长，这可是门手一活。阿兹特克祭司每年春分会剥一张人皮献给太阳神，他们是人祭的专家，每16秒就可以挖一颗心脏。但即使是他们包张完整的人皮，也需要2个小时。2个小时前，我还在板级替我太太拿包，不是我干的。我低声道：“老公，你的知识好渊博，但有一说一，你的嫌疑听上去更大了。”江天琪笑了笑：“你们说我剥了人皮，那人肉呢？”一个小刑警跑进来，尸体的剩余部分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小刑警使着眼色说呀，尸体被插在医院楼顶的避雷针上。小刑警吞吞吐吐道。刑警队长的脸色一下子白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把人剥了皮，人皮扔进垃圾桶里，人肉挂到22楼的避雷针上？您可真有意思。江天琪呵呵一笑，拎起西装拍了拍，牵住我的手，打算回家。刑警队长拦住了他：“那你身上的血是哪里来的？”我老婆刚才差点流产了。流的你满身是血吗？江天琪搂住我的肩膀：“您这话说的，您没有老婆吗？您难道不知道女人怀孕是有可能大出血的吗？”刑警队长微妙的脸色一变，问旁边的护士：“是这样吗？”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。江太太是林教授的病人，但是林教授他们全疯了。虽然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咱老江家的嫌疑更大了。江先生，你出现在凶案现场，你说身上全都是太太的血，你太太的主治医生却都恰到好处的疯了，这会不会太巧？也许他们只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人的认知是有极限的，对知有时候是种保护。咔嚓，刑警队长把手铐铐在了他手上。显然他跟我不一样，不吃我老公神神叨叨那一套。江天琪被带走前过来抱了抱我，留下我的子嗣。他在我耳边轻声道：“只要我在，他就会保护你。”说着，他习惯性地摸了摸我的肚子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的孕肚好像更大了。我老公被抓了，天盛律师团全体出动，在派出所安慰哭晕过去的我：“没事的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定不了罪的，啥证据都不会有。”我的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我肯定不想江天琪挨枪子儿，另一方面我也不想他这么快出来。我老公肯定有事瞒着我，而且这事还小不了。这个狗东西瞒得这么严实，法律都拿他没办法，更别说我一个家庭主妇了。我决定从另一个角度调查他的事。我去找警察，检举揭发死者跟我老公有不正当男女关系，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女人究竟是谁？她为啥破坏我的家庭？呜呜呜！老刑警人挺好，告诉我死者叫徐天一，是个摄影师。2年前他放弃优厚薪水，从国家地理杂志辞职，此后行踪不定，上个礼拜才刚从祁县赶到 S 城。江太太，她之前跟江总完全没交集，他们之间不像是情杀。那他来 S 城干啥？我们正在调查。因为徐天一在 S 城连开房记录都没有，貌似没落脚点。老刑警打算连夜赶去祁县，那是徐天一最后留下生活轨迹的地方。我赶紧让任警官开车追上去。我有病啊！我大半夜跟踪刑警同志，我要是你我就干了。毕竟我老公一放出来，知道是你带我做产检，下一个被挂避雷针的就是你。任警官骂了一声，踩油门就跑。S 城到祁县很远，开着开着我就在副驾驶上睡过去了。几乎一闭眼，我耳边又响起诡异的笛声，那旋律越来越响，我实在受不了。任天堂你放的啥阴间音乐？可眼前场景变了，我不在车里，而是在一间半地下的土坯房里。天色微亮，有几个穿古装的女人在我床前说话，她们口音很奇怪，很陌生，不是我熟悉的任何一种语言，但我的身体却好像自带强烈印记似的，自动从床上坐起来，毕恭毕敬地跟着她们走出门去。我这才发现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，这应该是个梦。门外是个很大的广场，宽阔的道路两旁隔几步就插着一根长杆，挑挂着黑漆漆的东西。我
我走了好久，才发现那一个个都是人，有的被砍去4肢，有的被从中劈成2半，肋骨大张。我想起一本介绍文字演化的书，里头说甲骨文里用卯这些词，本意都是献给神的肉，它们最直观地代表着人生被掏空内脏悬挂的形状。我差点吐了。这条路有多长，又挂了多少人？我走到广场中央的高台上，跟其他2个少女一起，从大祭司手里接过3个金盆，金盆里分别装了1个人头、1颗人心和剁碎的肉糜。我要吐了，但梦中的身体却在高处帝君的注视下，端着金盆走向不远处的土丘，仿佛早已习以为常。我们一行人走进晨曦中的土丘，走进那个大张着的山洞，墙壁上的篝火把人影拉得诡谲跳动。甬道里有块大石头，上头被砍出了神龛，我们将金盆放在神龛上。同行的少女对我叽里呱啦说了一通，这次我好像听明白了。她说的是：西娃，太岁就交给你侍奉了。我习惯性地从腰间抓起骨笛，放在嘴边吹奏起来。妖异的旋律响起，同伴们全都害怕地退了出去。火光猛地一颤，朝洞外低伏，寒气从洞里猛地吹出来。沙沙沙沙，我又听见了我去捉奸那天肉质搅拌摩擦的声音。一个硕大的影子浮现在我头顶，恐怖的压迫感沉沉传来，我僵立在原地，根本不敢动弹。眼角余光就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勾住那块石头，慢慢爬了出来。啊！我尖叫一声，猛地睁开眼睛。睡一晚上怨气还这么大呀！任警官眼下青黑，两颊凹陷地瞥了我一眼。早知道就换你开车了。我做噩梦了。我惊魂未定。你咋事儿这么多？一会儿怀孕，一会儿流产，一会儿又做噩梦。你家江总电话号码多少？我要把你腮还给他。要不是我家天琪坐牢了，我也忍不住要给他打电话了。我不但做噩梦，还在外面被人数落了，呜呜呜。早上9点多，我们到了祁县，老刑警把徐天一的房间封了，我们上不去。警队司机老张在底下抽烟，阴沉着脸看我们这俩不速之客。刚好徐天一住的民宿在旅游街上，有导游凑上来揽生意。你们哪来的？祁县一日游去不去？包车。见我们拒绝，他又问那江府去不去？就接对头，门票15。我心里一动，江府，主人姓江吗？对对对，地主老钱家，从明清传下来的，扩了好多代了。看看这马墙，嚯，那个气派。他们清末的时候举家搬去美国了，听说改革开放以后还作为华侨归国投资，就是那个天盛集团。怪不得这发家史听着这么耳熟，这不是我老公家的祖宅吗？徐天一住的地方就在江家祖宅旁边，这要巧，这可得去看看了。门票15，我是江家少奶奶，这就是我家宅子，我回来还要买票啊。票务翻个白眼，指了指国家保护古建的名牌。我还想吵，任警官赶紧付了钱，拽着我往里走。江家的祖宅很大，而且很奇怪，他家的门都开得特别高，按人类身高比例来说，有点太浪费了。我在其他中式古建中没见过这种门洞。柳娇娇，任警官突然在客厅叫我，干嘛这么严肃，叫我名字？任警官眼睛直勾勾看着对面的墙，指了一下，你看，跟普通清末人家不同，江家祖宅的客厅没贴鬼神，取而代之的是贴了个照片墙，大部分都脱落了，但有一张非常清楚，是江家家主和一个清朝官员并排坐在一起。他穿着长马褂，看上去年轻英俊，身姿笔挺，而他的脸，100多年前的祖先会跟后代长得这么像吗？任警官问我，不是像。我摘下墙上的照片，轻轻拂去上头的灰尘，是跟天琪一模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他是你先生？让我看看，设于1898年，那他岂不是起码有150岁了？他已经够奇怪了，不差这一件。我心烦意乱道。我想起了细节，我老公从不拍照，除了跟我一起拍过套婚纱照，偶尔会允许我偷拍他，除此以外，他完全不接受任何摄像，连采访都很少。这时候手机响了，是老刑警让我们上去一趟。江太太，我们查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起先疑惑他为啥肯把徐天一的房间开放给我们，但到了那儿我就知道了，整个墙壁上全都是血，大片大片的血，连天花板上都溅上了，而浴缸里散落着满满一缸剔得十分干净的人骨。当地民警忙着留存证据，老刑警带着我们走到一面软木板前。徐天一好像在追查江家，追查你先生，他有跟你提起过吗？
我仔细看着那块软木板，上头线索、图钉、便签纸和照片纵横交错。AD1130牧野之战 ，AD218徐福东渡，79年庞贝古城陷落，630年玄奘西行，794年平安京800比丘尼陨落。他的文字非常狂放，让人看着就想吐。串联的文字也完全不知道啥意思，好像只是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历史事件。我揉了揉额角，将视线聚焦在唯二2张照片上。在1900阿拉斯加的文字旁边，酷似江天琪的人穿着爱斯基摩传统服饰，站在一群白人水手中间，冷锐地看着镜头。他们背后是一条巨大的鲸鱼，在远视北冰洋起伏的冰山。下一张就是1996回国，江天琪西装革履从车上下来被抓拍的画面。这是江总吗？老刑警疑惑地指着最后的那个剪影问。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你公公吧？老刑警下意识找补，在他的认知中，人不可能过20多年还不老，所以必定是子嗣。而我冷汗津津地攥着口袋里的照片，盯着面前的软木板，目光追索到一切历史的源头，公元前1130年，朝歌。假如说我们在照片出现以后观测到的所有人都是江天琪，那我们凭啥觉得他只活了150岁？徐天一把这些历史定在这里，有没有可能这都跟江天琪有关？我一瞬间被这种假设吓得脊背发寒。夜夜睡在我枕边的老公，可能已经在这片大地上行走过整整3000年了。偌大的时间纵身把我吞没，以至于我到楼下时还是懵的。导游又缠上来，期限1日游去吗？我们是来查案子的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能错过纣王墓啊！我捕捉到了关键词，分开跟导游纠缠不清的任警官。你说什么？这里有纣王墓？导游嗤了一声，你这话说的，咱们这儿古时候叫朝歌。我猛地一震，徐天一的软木板，吊诡的梦。我依稀记得梦里面，高台上看着我的帝君就是纣王。商纣王迁都朝歌，然后被西周攻破了，商朝800年国祚就此结束。这跟江天琪会有啥关联吗？我要去看纣王墓。任警官震惊，你老公在监狱里，你小三吃了6个大活人，你还怀了不知啥玩意儿，现在你要去逛旅游景点。我把他拖上车，讲了我的梦。任警官皱起眉，怎么现在还加上个前世今生？你老公是商纣王，你是妲己，你们双双转世在续前缘，专门祸害我这个交警。莫非我前世是你俩身边的大太监？不是，我就是个奴隶，地位很低的，住土坯房，离商王特别远。我老公他压根都没出现，我就没梦到什么帅哥。任警官，那你今晚加油，接着梦好点儿，争取坐上妲己。我无语，纣王墓就是一堆杂草，没啥好看的，我也没啥熟悉感。导游见我们没兴致，忙说前头还有个黄帝丘、娘娘洞，香火可好了。啥破名字啊，你这旅游景点正经部。任警官生气了，他俩又吵起来。我眺望远处的土丘，生出一股熟悉感。我站的位置跟梦中的景象重合了，眼前的田野曾是开阔的广场，一条笔直的驰道穿过高速公路，通向远处的山丘。驰道两旁偶尔竖着一个人声，我们端着金盆走向那个洞穴，高台上的帝君冷冷看着。走，我拉开车门坐上去，1刻钟后赶到了娘娘洞。越接近目的地，我越兴奋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历经3000年的风霜，洞口风化了，露出更多岩石，里头的神龛也面目全非，被人摆上了佛像，堆满一层又一层的红烛。但我知道，就是梦中的那个山洞。正在准备祭祀的人们载歌载舞。这干啥呢？任警官问。你们运气好，赶上祭神了。我的身体猛地颤抖一下。祭神咋在山洞里？神不是从天上下来的，他们住在地底，就在山洞里，俺们这片人都知道。导游骄傲地说。我猛地揪住他的衣领。你是说住在山洞里的那东西是神？对呀，就是咱们土地神啊。他说的理所当然。这里头还有个秘密，你们外地人肯定不知道。你们知道纣王当初为啥迁都吗？商朝的首都本来不在俺们这儿，在商丘那边，商朝人叫天翼商。但是有一天，天翼商祭祀的那个神死了，被俺们朝歌的神打败了，所以纣王就领着妲己跑到俺们这地儿建都了。不止一个神，我觉得我好像抓住了很关键的线索。其实我老公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人类范畴，在他的认知里，他跟人类是截然不同的2个种族。但之前这种能力没个具体形状，我对他也毫无概念。直到神这个名词从祁县导游嘴里蹦出来，
难道我老公是个古老的神明？我仿佛被蛊惑般浮上了挡在路中央的巨石，刹那的回忆涌上心头，周围暗下来，火炬扑扑簌簌摇晃着，我又回到了梦中断的地方。巨大的阴影中，有个东西沙沙地爬过了石头。我看到一段混沌不定形的血肉，小心翼翼地挪入我的视线，然后竭尽全力从中画出五指，轻轻地搭在了我的指尖。太岁大神，今天您看见外头飞过的五色雀了吗？您真带出来晒晒太阳。伴随着我清脆的话语，洞穴里响起咔咔的回音，好像千年的风声回荡。而我脑海中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我听见了，我呆立在原地，眼泪不自觉地奔涌而出。那是我老公的声音。我出来后给了导游不少小费，谢谢你解答了我很多疑问。导游喜笑颜开，那我再送你一个惊天大秘密，一般人我可不跟他讲。你说商朝不是周武王灭的，根本没有牧野之战，反正俺爷爷的爷爷一直这么传下来的。哦，那商朝是被谁灭的？导游靠近我，敬畏地指了指脚下，是遭了神遣。我心念一动，为什么？据说是商纣王祭祀错了东西，引得神明震怒，朝歌城里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死了，血流到了牧野上。你知道血流飘杵这个成语吗？最早就是形容牧野上的惨状的。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，那可不是夸张。姬发进城的时候，特意挖了一条水渠道起水，才把朝歌城里的血放干净。祭祀了错误的东西，我突然头痛，这痛很快蔓延全身，疼得我无法站立。我的肚子也趁机咕噜噜叫起来，腹部皮肤尖锐地凸出来，仿佛有什么诡异生物试图破皮而出。有人把我扶到车里休息，我拍了一下肚子，小心你爸收拾你。那东西老实了，小腹变回平整。我缓过劲来，抬头一看，是老刑警带着老张来接我。江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我摇摇头。这起案子确实很诡异，不过好在你们一家都没受伤。徐天一是个连环杀手，你先生不是，他已经被保释了。这么快？是的，他身上的血液检测结果不是人血，我们误会他了。不是人血，当然不是人血。我老公是3000年前居于朝歌的太岁，徐天一显然也不是人。我那天无意间目睹的所谓偷情，以及后来在医院中上演的，严格来说都是神战。他会是哪位神明？我老公在历史上又留下了什么足迹？我心事重重，跟着他们坐上警车。他们3人聊起刚才的奇特风俗。其实历史上很多民族都觉得神明来自地底，有祭祀山洞的传统，这是很普遍的现象。老刑警竟然是个历史迷，抽着烟笑眯眯道，南美洲那边的祭祀还会每年给神明献上一张人皮。我猛地竖起耳朵，人皮，这样神明就可以幻化成人，行走在人间了。他的手机响了，我听见对面响起大队长惊惶的声音，徐天一的尸体出问题了。什么？人皮确实属于徐天一，但是里面的尸块不是他的。那是谁的？ DNA 检测结果是我们警队司机老张的。对面吞咽了口唾沫，老张被扒了皮丢在床上，而之前的那具尸体穿上了老张的皮，陪你一起出差了，手机啪嗒掉在地上。车里一片寂静，我们3人惊恐万分地看向老张。老张掐灭烟，一脚油门下去，狠狠撞上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的肚子猛地突出6只爪子，用力撑住椅背，这才让我没被当场挤死。我跌跌撞撞爬下车，后头传来拆门的声音。老张徒手拆了钢板，丢到10米之外，从极扁的驾驶室里毫发无损地出来了。长得很快吗？他看了眼我的肚子，那是徐天一的眼神，把他的子嗣给我。不，人类不可能诞育古神的子嗣，在他们破体之前，他们早就把你吸干了，你会变成一具干尸。天启不会这么对我的。这种时候就不要恋爱脑了，伴随着虚弱的吐槽，响起啪啪2声枪响。任警官从车里翻出来，手里端着老刑警的枪，直接给了老张2发。老张的右手和右腿当场被卸了，他保持不了平衡，以一种奇诡的姿势倒在地上。任警官冲上来拉着我就跑，我俩跑进一个仓库，还没关门，老张直接闪现到我眼前。我钻到货架后面，把能拿到的东西统统丢出去。你要是敢动我，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。他快死了。你胡说八道。你猜人类为什么要繁衍？他不紧不慢地插着裤带走着，隔着货架看我挣扎，因为你们会死。只有100年寿命的人类才需要留下子嗣，永生的古神压根不需要后代，所以繁衍对于我们来说是行将末路才做的垂死挣扎。我的心猛地被揪住了。
天琪快死了，所以他才让我怀孕，寄希望于孩子可以保护我。他筑巢真是一件麻烦事，从你怀孕开始，他把领地扩张了20多倍，整个华中都被他圈入了掌控之中，任何踏入领地的神族都毫无例外地被他吞噬了，真是恶心。任警官又从暗处对他开了2枪。这次老张猛地一挥手，任警官当即被甩到对面墙上，摔得人事不省。整个3000年里，他的凶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死到临头还这么疯癫。就从他的子嗣开始还债吧。老张的话语越来越低沉，越来越模糊，变得像是从地狱里传来的。他的头部整个裂开，一只恶心的触手从里头升起来，像是压根没有尽头一样，直到顶住了天花板。触手上密密麻麻的眼睛看向四周，拍打着墙壁，发出咚咚的声音。粘稠的咸水滴落在我的脚边。沙沙神明是古老恐怖之物，他们并无仁慈，也无道德，只是一群强大的怪物。我闭上眼，江天琪，你再不来，我真的一辈子不会原谅你。这个念头刚过，天花板上就啪的一声，坍塌一脚。江天琪从天而降，双脚夹住触手，沉身一扭腰，粗壮的触手从中断裂，轰隆砸在地上。可不可以对孕妇礼貌一点？煮酒阴，我老婆她都怀孕了，你有没有素质？我老公质问。太岁老张的人皮里钻出更多的触手，缠住了我老公。要是躲在人体里不出来，你死得很快的，呵呵。你不敢让你家小人看到你本来的模样。我老公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瞬间变成了其他的东西，以极快的速度抱着煮酒阴滚出了仓库。他俩在墙上撞出一个千姿百态、无法言喻的洞来。外头的天光瞬间黑了，电闪雷鸣，跟医院的那天很像。我想起传说中煮酒阴是掌管空间的神，他似乎有制造平行空间的能力。我爬到任警官身边，任警官，任天堂。他瞬间醒了。我老公跟人打起来了，他可能会死。呜呜，他往外看了一眼，他俩打末日神战，我就一把手枪，他坏了，我连战五渣都不到。人民警察是有极限的，太太，我没让你去。我哭唧唧地抽出了他的警棍，借我一下。家庭主妇也是有极限的。天琪状态不太好，所以才给我留了个种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死。为你，任警官想逮住我，可是我很快钻出了墙洞，他骨折了，抓不了我。外头是连连的山川，最近的土丘上闪电映出2头不可名状的巨兽，它们发出尖锐的嘶鸣，互相攻伐，像是黑夜里2抹恐怖的剪影。我翻到仓库旁边骑着的电瓶小3轮，顶着暴雨上山。我的小腹隐隐发烫，肚子里的孩子发出跟他父亲一样愤怒的尖笑，回荡在我的颅骨中、身体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闯入了战场，绝不能让我老公死在这里。这样想着，我狠狠一扭把手，以180迈的速度朝煮酒阴那长满眼睛的身躯撞过去。一切都停止了。3轮车碾过股神的血肉，留下肮脏车印。巨大身躯倒在辽阔山头，方圆10里下起恶臭酸雨。刺穿他身体的触手开始翻涌着进食，遗落在地面的肉块很快被吸收干净。触手清理完战场后，又从背后侵蚀而来，爬过我的衣服，在我皮肤上留下透明粘液。不定型的血肉蠕动着将我包围。天琪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莎莎，3000年前纣王是把我献祭给你了吗？莎莎。触手幻化出没人皮的五指，再次触碰我的指尖，皮肤神经链接，他的回忆涌来。阴暗洞穴，燃烧火把，摆放着的金盆，少女安详的人头，跳动的心脏，新鲜的血肉，武王誓师，商王震怒。朝歌举行盛大祭祀，向太岁献祭了最好的祭品，那是太岁唯一愿意接纳的人类。低贱的奴隶少女破例成为珍贵的3生。当祭品呈上的一刻，洞穴里响起尖锐爆鸣，像是声嘶力竭的哭泣。朝歌随即发生可怕地震，起水决堤，随之而来的是瘟疫、集体性癔症。繁华国都陷落成疯子与血块的城市，古神游荡在群山阴影里，不间断地发出人类无法承受的尖叫。疯掉的纣王登上露台，一把火烧掉800年基业。在最后的那场大火里，一道巨大阴影爬上燃烧的露台，钻进蜂王的身体里。武王姬发进入朝歌时，只找到了纣王无皮的尸体。而从那天起，一个少年背着巨大香切行走在大地上，他的香切里装着一团血肉、一颗心脏以及一个少女安详的头颅。天琪，我那时候还活着吗？你被剁碎了，娇娇。那么，人类真的可以死而复生吗？从表面上看，世间的一切都在从洁净走向败坏，从秩序走向混乱。
人死以后，细胞凋亡、腐朽，血肉化为白骨，但不要忘记了，是粒子构成了细胞，粒子不增不减，从宇宙起源的一刻就守恒不灭，生死只是数以亿计的粒子组成的不同状态。如果可以将构成你的所有威力推动到当初的位置似的，一切都是可以回头的，只是逆商本身需要很多很多的能量，很多很多。公元前218年，日本海，一个老道士伫立在船头，眺望着远方地平线，流露出微笑。你的水路是正确的，你真的指引我们找到了蓬莱仙山陛下的不死灵药，这次有着落了。少年穿着楚国衣服，背上背着偌大香切，盯着天边一座锥形火山的影子，默然不语。奇，你知道这样多的奇闻异事，回去以后愿意供职陛下的宫廷吗？他想要找到彭祖，我记得你说你见过他。我会留在这里，这里有很多活火山，还有很多神明。至于彭祖，你可以告诉赵正，不用再找了，他在37年前就死了。公元79年，地中海码头的搬运工遇到一位奇怪的旅人，他黑发黑眼，但不是常见的腓尼基人或者伯罗奔尼撒人，他的长发过于顺直，五官也过于柔和，让水手想起遥远东方的传说。在他跳下山板时，水手试图去帮他扶稳他随身背着的巨大香切，那香切足有半人多高，帮忙卸货可以拿到4个卡德拉斯。一瞬间，尖锐的危险感袭来，搬运工忙不迭收回手，可他的手上依旧出现了血，莫名其妙的伤口，那少年甚至没动。少年单手护住香切，冷漠地走过他身边，用纯正的罗马语道：“告诉你们的人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维苏威火山快要喷发了。”警告像石子掉进水里一样，消失在热闹的码头上。那天有很多人看到少年一个人朝神居住的火山去了。3天后，维苏威火山爆发。公元630年，吐火罗，一个光头和尚在棚屋里休息，棚屋外头远远能看见矗立着的巴米扬大佛。奇，你一直背着的那个香切里面是什么？不要问，也不要看。是你的小宠物吗？它好像不喜欢那个地方，一直在撞击着箱子，想要出来。没事，只是手罢了。僧人的脸色一僵，随即换了个话题。奇，我去西天取经，你去西天做什么？同伴对于佛理似乎不太虔诚，可能是为了在丝绸之路上便衣行事，才装扮成僧侣的样子。西天有8部天龙，僧人没听懂，但他已经习惯了同伴寡言少语的风格。他不会想到后世将胡僧办玄奘西行错误地抄录成了胡孙办玄奘西行。公元794年，平安京郊外的树林里，你又回来了。八百比丘尼看着眼前的少年，眼神变得苍凉恐惧。神道教80万众神，在那来自徐福的道士登陆以后，死伤惨重。他不断吞噬他们，剥夺他们的权柄，拿走他们的力量，永远不知厌足。1000年来，他们都在这个岛屿上战战兢兢，苟且偷生。八百比丘尼没有想到他会再次出现。那背着香切的古神少年平静放下香切，从里头捧出一颗心脏。那心脏没有血管，没有血液，苍白的像是一颗卵，却在他手中勃勃跳动。心脏修好了，但心脏跟其他器官不同，他很快就会发现他没有身体，他会再次死去。他淡漠地眼看着他，禁锢时间的人鱼，我需要用你的肋骨打造一副封印心脏的化妆脸。等到安倍晴明追来的时候，据说吃了人鱼肉而不死的八百比丘尼已经消失了，森林里只散落着一尾巨大的白色巨油，油里露出一张惊觉的女人的脸，她的肋骨被人拆除了。时间的长河缓慢流过，少女的身体却从未腐败，相反，有赖于古神精心照料，那些死去的细胞、剁碎的肢体开始重新萌芽生长，大脑长出了眼球，手与腿碰撞嬉戏，内脏泡在神明的血水中缓慢地蠕动。古神捧着香切，痛苦地抬头，能量，他需要更多的能量。一眨眼的功夫，蒸汽机跃上了历史的舞台。头戴礼帽的东方人行走在广袤的西部大平原上，突然一阵飘忽的笛声传来，绅士一个机灵，回头看着马车上的铁皮罐头，笛声不是里头传来的。他花了1天功夫，才在附近的矿场里找到吹笛子的人，那是一个中国劳工，跨越大洋来到美国西部，现在他快要死了，跟这个国度里其他受虐而死的奴工一样。谁教你的这支曲子？绅士询问。俺出生就会了，古老的乡音扑面而来。这是朝歌的声音，这是西娃的声音。绅士心念一动，看他的眼神变得亲切。你来自我妻子的家乡，我闻到了你血脉中属于她的味道。
为此，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你想要什么样的愿望？俺希望白皮佬付出代价，中国劳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绅士摘下礼帽，许下股神的誓言，你的愿望将会实现。18个月后，美国南北战争爆发，共计120万美国人在内战中伤亡。文明前进得更快了。1883年，一位东方绅士敲开了特斯拉电气公司的大门，一份特殊合同递到了这位大科学家的眼前。设计一个通电的密封罐头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不是你该知道的。如果我不能知道它的用途，那我就没法设计出符合你要求的电器。绅士拨弄着指尖，最后下定决心，一般起身，请跟我来。密闭容器被打开了，沉淀着不知多少股神的血液里，人类的肢体漂浮着，洁白的手臂浮出水面。那是少女的柔伊特斯拉与东方神秘访客密谈了3天，最后同意用交流电为容器功能。6个月后，大发明家看着透明容器里手臂与躯体接驳的部位，这是起死回生。是的，神秘访客低声说，这是起死回生。又过了半个世纪，原子弹出现了。苏俄军方曾在乌克兰丢失过2枚核弹头。3天后，通古斯发生了一场奇怪的大爆炸，爆炸中心的所有树木都被炸毁了，雪地里留下一个撞击坑。但诡异的是，没有声、光、火，除了倒伏的树木，没有其他能量外泄。卫星捕捉到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爆炸，美苏双方进入战备状态，但没有任何证据是美国军方所为。最后，通古斯大爆炸被记录在克格勃的绝密档案中。他看着容器中四肢与身体完成接驳的躯壳，轻轻抚上了透明玻璃。你听得见吗，西娃？今天清晨，有美丽的喜鹊在草坪上飞过，沉睡的大脑发出了梦一般的声音。只有葵花样的触手在努力消弭着伤口，所以我并不是转世重生了，我只是起死回生了。因为是回到3000年前完整的身体状态，所以我并没有长大的记忆，对吗？我不是在现代长大的，我是在商朝作为奴隶西娃长大的。是的，3000年的时间太漫长了，你早已忘记了一切。2003年，中国 S 城某处孤儿院，14岁少女抱着膝盖坐在墙角，不断颤抖，身体被摧毁的恐惧即使忘记，依旧深深地烙印在她的潜意识里。工作人员耐心地告诉她，你的父母出车祸了，你活了下来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会照顾你。有匿名者为你捐助了很多善款，你会平平安安地长大，念书，不要害怕。雨夜的窗户外，长身玉立的年轻人静静地凝视着，时间也许真的是相对的。他从不觉得3000年很漫长，但是这一扇窗户的距离却让他触不可及。6年后 ，F 大，作为杰出青年回国的江天琪被母校邀请做讲座。讲座结束的时候，有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了他：“江先生，你的钢笔掉了。”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。少女洋洋得意，觉得自己心机深沉。她并不知道那支钢笔是她故意掉的。例如，她不记得过去的很多事。3年后，他们结婚了，跟很多灰姑娘的故事一样。少女在换衣间里是穿婚纱，未婚夫坐在窗边看雨。她的记忆里有过很多人，但现在像雨夜一样宁静。叮咚，他推开了门，带着珠宝走到她面前。怎么样？很漂亮。少女窃喜地看他签下了支票，为自己得到一串漂亮的珠宝而由衷的高兴。她并不知道的是，在她所忘记的3个千年里，她曾把整个人类文明镶嵌于在她的冠冕之上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新婚时美好的画面隐退了。我牵着的文质彬彬的新郎便做了手中湿滑的触手。我回到了黑暗的雨里，从心灵深处再次听到了求婚的誓言。我慢慢转过头去，第一次得见我丈夫的真容。贱货的闪电中，他的轮廓仿佛一座小山，巨大不定形的肉质仿佛大脑般永恒的蠕动，肉芽不停地脱落又生长，粘液散发出骇人的气息。疯狂的、丑陋的、炸裂的、恶心的、恐怖的，还有寂寞的，绵延无际的寂寞。我走过去，捡起地上的人皮，像每天早上替他整理西装一样，慢慢地给他穿好。老公，我们回家吧。番外，回家后我继续当躺平孕妇。有阵子我特担心我老公快死了，毕竟煮酒因说他们没事不生孩子。我老公发现我太担心，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我没事，生孩子主要是为了你。如果你永远是人类，我很快就得再来第2次。我意识到他话里的意思，你把我改造了。他点点头，你现在不能算人类了，你是半个神明。原来他早有这打算，要给我永生。
可基因融合很难。他想到了妊娠，精子是一种病毒，胚胎是一种寄生体。他说，对母体来说，子嗣是自然界演化最好的入侵者，它们甚至能形成血胎屏障，抵抗母体免疫系统，也会在妊娠过程中天然改变你的身体，哪怕分娩后都会留下基因污染。通过繁衍，我把我的基因混进了你体内。我突然有个疑问，秦始皇有没有问你求过永生？我才不会跟他生孩子呢。我老公傲娇的别过脸。2个月后，我早产了，接生的是我老公，过程很轻松。主要这玩意儿他妈是卵生的，还不是鸡蛋那样的硬壳卵，是青蛙那样的，黏糊糊一坨一坨，恶心死了。然后我老公在厨房撕了2张保鲜膜，把孩子包了包，就放电饭煲里了。孩子丑的不行，我一打开盖就吐了，超级丑，我真一点母爱都生不出来，太恶心了，含臭。孩子随爹，我真是一点没生上。你只有23对染色体，我有4万多对，肯定不随你，因为我实在生理不适。他把孩子随便敷了一下，就放海里去了。我问他，我不是怀了一堆吗？怎么就生出来3个？他们把其他兄弟都吃了。我老公平静道，我让你早产也是这原因，继续妊娠，最后就只会剩下1胎。要是那样，他会继承我全部权柄。我也没太听懂，只觉得消失的母爱又浮上心间。这么小去海里没关系吧？海里还有核辐射呢。我老公眼前一亮，我当初在海里的时候，咋就没赶上这么好的东西？说着还舔了下嘴唇。我警告他，江天琪，核废水不能上咱家餐桌。他沉默，听见没有？我去外面偷偷吃。我们因为这食谱问题大吵一架，但后来我想想，他吃核废料对环境有好处，后来我也没再阻止他了。只是有一条，吃过核废料不能亲我的嘴，这是底线。半年后，我们租了条游艇去外海看儿子。我心想，生了不管也不好。我老公发出高频诡异声音，引发了海啸。我的3个儿子争相从海里升起来，一个个丑得惨绝人寰，不知是不是吃核废料，个个有2层楼那么高。我的母爱瞬间消失了。他们真不会被人类当怪物抓起来吗？我老公摇摇头，不会，他们住在我拉莱耶的宫殿里。我了一声。半晌，等等，你刚说啥？拉莱耶？拉莱耶是我家房子。从白垩纪开始，一有厄尔尼诺现象我就住那儿消暑。我老公平静地点点头。洛夫克拉夫特跟我有特殊精神链接，可惜我带他逛了逛家里，他就疯了。好家伙，您老就是鼎鼎大名克苏鲁的原型是吧？怪带感的。我们回来后去探望了任警官，他因为全身多处骨折，被包得像木乃伊一样躺在病床上，一见面就开嘲讽，哟，纣王和妲己来了。我老公在他病床前坐下，任天堂，谢谢你照顾我的妻儿，作为回报，我能满足你和你的后代3个愿望，什么愿望都可以。任警官知道他的身份，所以他沉默了。半晌，他试探着问，能给我在 S 城搞套房子吗？不用太大，就结婚用。这回轮到我老公沉默了。纣王要杀1000个奴隶，才能换来我一个点头你就要套房。没错。任警官硬气道，我工资就这么点，我想要套房怎么了？我老公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，最后给他在黄浦江边搞了个2层别墅，还带游泳池。后来我去交管局交我那个违章。任警官，什么违章？没有的，太太您没有违章，您跟您的先生孩子这辈子也不会违章的。我发誓。我老公对恐龙有特别喜好，逛各种博物馆看恐龙化石不说，公司里还有个部门在试图对恐龙进行基因复制。我问为啥，他说好吃。他跟我说欧洲出土过一个异特龙的化石标本，上头有个奇怪咬痕，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，啥玩意儿能在异特龙身上咬下一块肉来？那可是食物链顶端，可把他们给难的。我老公笑了笑，抖了抖报纸，继续看报。我旁敲侧击过我老公到底多少岁，他没正面说，但跟我透露过他的童年很不幸，因为地球很热，到处都是岩浆，他吃了很多年硫磺，感觉特别委屈，所以他用什么都吃来治愈童年创伤。妈的，这得是40多1岁了。生完孩子后，我跟其他富家太太没啥区别，就是经常跟我老公一起出入太平间，看看最近有没有啥可怜孩子不幸去世。我看中了3个，我老公买下他们的遗体，小心揉制成了人皮，然后我们家3个崽子就接回家养了。我孩子到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妈妈，我可不可以把皮脱了？不可以，我们的家风很严。
每个礼拜我都会开一次家庭会议，三令五申，不能吃人，不能吃人，不能吃人。我老公也帮腔，妈妈就是人。你们会吃妈妈吗？孩子们集体摇摇头。你们也不能吃其他的人。我老公把孩子们哄睡以后，我心事重重，这真对他们有用吗？吃人对你们来说到底算啥？我老公想了想，算吃辣条。我其实不太爱吃辣条。我老公搂着我倒在床上。商朝人祭的传统不是从我们古神这里萌发的，他们哪怕造个大门，都得先杀900个奴隶填在地基里，所以就是他们喂你了，你也随便吃吃是吧？我老公哭哭地笑起来，整个房间都在颤动。江天琪，以后也不要随便弄死人了。好，你咋答应的这么轻易？你是不是不用心？这又不是啥大事，老婆让我不要弄翻桌上的辣条，我能咋说？不要再说辣条了，搞得我们的恋爱非常离谱，仿佛海鸥爱上了码头的薯条。老大11岁时消失了3天，回来时满嘴是血。我遇到了一个神，老大脸色惨白地窝在他爹怀里，我把他吃了。很好，爸爸表扬他。这次我再要干涉，我老公拒绝了。神明之间没有和平，他不吞噬对方，对方就会吞噬他。这跟人类社会不一样，是我们作为永生种族的天性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40多亿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活在非生即死的丛林里。老二上幼儿园时被孤立，他们说我太臭了，他哭的粘液一坨一坨往眼眶外涌。没关系的宝，我戴着防毒面具，温柔地擦他的脸。你只是还控制不好身体。你看你爹40多亿岁了，也时不时从嘴里伸出触手来。没事的，等你长大就好了。我跟幼儿园老师说了他被孤立的事。没过几天，老师告诉我，有个小女孩愿意跟他一起玩。小孩子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老二很快又每天傻呵呵的，还把小姑娘带回过家来给我看。阿姨好。小姑娘软软糯糯的，长得漂亮又懂礼貌。我儿子牵住她的手，我有好看的东西，你快来。2个孩子哒哒哒跑进了房间里，隔着门缝，我看到我儿子打开手心，放出了一片海，那是真正的海。五彩斑斓的鱼游荡在黑色的幕布一样的水里，庞大的鲸鱼发出长吟。哇，小姑娘吹着海风惊呆了。送给你。我儿子把海螺塞给她，那是年幼的神明将被封印的海滩赐予了一位善良的孩子。我看着孩子们，仿佛看到文明起源时的我们自己。你遇见过这么多人，又有大把大把的时间，为啥不跟他们培养更深厚的羁绊呢？天琪，因为他们都不是你。娇娇。